大家好，我是大鹏，我现在在越南最大的城市胡志明，今天是抵达胡志明的第一天。傍晚5、6点钟，在西贡河附近稍微的转了一转，感觉这边的环境还是挺不错的。每天一到下班的点儿，胡志明的街道上就非常的热闹，成千上万的摩托车在公路上飞驰着。因此，大家如果要是来胡志明旅游的话，注意一下时间啊，特别是这个5、6点钟的时候，尽量不要外出。这边确实摩托车实在是太多了，有时候过马路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。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，离胡志明的中心，也就是胡志明广场非常近。一会儿天黑之后呢，打算去这个胡志明广场上稍微转一转。行了，现在夜幕降临了，前面是胡志明大剧院，前面有这个观光大巴。第一天来啊，还没必要非得坐这个，毕竟很多地方还没有去呢。现在车上大概有个10几20人吧，应该都是坐在上面，很少有人坐在下面。正好这个现在是6点半，外面温度大概也就是25度左右。这一块就算是胡志明最核心的区域了。看看那边啊，建筑挺法式的啊，说明之前确实是很多的这个法国人居住在这里，曾经是这个法国的殖民地嘛，因此这边很多建筑确实是非常法式的，包括这边的一些这个饮食啊，很多地方都能看到那个法棍啊。这边也有这个旅游观光车，多少钱？一会儿可以过去问一问。但是今天没必要做，感觉啊，毕竟刚来嘛。大概在这个胡志明还得待一段时间了，不着急。这边有一幢比较特别的建筑，好像是这个胡志明的人民委员会啊。现在车不那么多了啊，那边那个建筑感觉有点像一个法国的教堂啊。教堂倒不至于，像这个每个欧洲城市都有一个市政厅，其实就是这个政府办公部门啊，市政厅。欧洲比较大的城市都有一个市政厅啊，一般都在这个市中心的位置。可能这个之前也是市政厅吧，现在改成了胡志明人民委员会啊。这块应该就是这个胡志明最中心的区域了。晚上出来正好路过这里，看一看周边，有点像那个巴黎的某座建筑啊。只不过这一块就是摩托车太多了啊。应该考虑一下，从这儿建一个这个步行街，不要建到那么多的摩托车和汽车，感觉把这个美感给打破了。确实挺漂亮的这一块儿，那建筑。行，在这个附近稍微的停留一下，拍拍照片。再看一看这个胡志明市中心最重要的建筑啊，人民委员会。不说这里是胡志明的话，还以为是欧洲的某个地方了。其实这边很多的建筑全是这个当初法国殖民时期建的，在这个周边稍微的转一转，撞上了，还真撞上了。我天，这下惨了啊！
看看一个出租车在后面把这个大奔给追尾了，这个出租也倒霉啊！前面要是别的车也就散了，一辆大奔啊，赔吧。这还有一尊铜像，看看，看头型像是胡志明啊，虽然只给了个背影吧，但我估计应该是胡志明。在这么主要的位置，不可能换个其他的人，是胡志明啊。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一座城市，曾经叫做西贡，现在改名叫胡志明了。那边是这个人民委员会啊，这一块还挺漂亮。前面还有一幢建筑，我说看看这个胡志明的铜像。没想到啊，这个角度很好。离近处看看这个胡志明啊。1890、1969，活了79岁啊！这个地方是这个胡志明市中心最中心的位置，前面还有喷泉表演，过去看一看。晚上这边啊，明显温度要比这个其他东南亚国家啊低好多，我感觉这边晚上可能也就是23、24度的样子，感觉确实要比这个曼谷吧，就拿曼谷做个例子，这块比曼谷凉快多了。再看一看胡志明同志啊，还有他背后的人民委员会。晚上这一块景色还挺漂亮。红灯了，别过了。回来了解一下啊，看看多少钱可以坐这车转一圈，估计便宜不了。行，一会儿再去其他区域转一转。现在打算回这个住的地方。第一天来啊，有些地方说实话还不太了解，顶多就是走马观花的看一看。这广场挺不错，让我想起了巴黎的某个地方啊，也是这个样子。旁边是这个马路啊，中间是一个小广场，很多的这个玩滑板的，到这个小广场上看一看。广场上人反正不是特别多吧，没有跳这个广场舞的啊，有点可惜啊，还惦着想看看这个越南人怎么跳广场舞了。那边是人民委员会，晚上这块倒是挺漂亮的，应该买点吃的啊，在周边啊坐一坐啊也可以。附近就有这个超市啊，那边有一个这个 Circle 超市，看看是不是一会儿吃个麦当劳什么的。关键看看价格，之前在这个机场附近看到70、80，挺贵的。这个在越南过马路也是一个技术活，真不错，还挺过来了。
一想还是不吃这个麦当劳了。来越南一趟不能吃麦当劳，一会儿看看这个有什么越南的风味啊。其实上午吃的那个还就是越南风味，其实挺好吃的，我感觉。只不过就是离我现在所在的地区啊稍微远一点。现在有一个问题啊，是我在这个胡志明待多久？因为我看了一下啊，这个离开胡志明之后啊，大概肯定是要往北走。而且这个越南这边啊，南边相对来说啊，旅游城市少一些。中部有这个岘港，南部呢还有这个芽庄，都挺有名的。还有北部的河内、下龙湾那里。因此本来打算在这个胡志明啊少待几天啊，主要往这个中部和北部去。但是现在我也不确定啊，也有可能在这个胡志明多待几天，北部和中部就少去啊。因此这个越南计划到现在我还没有定下来，具体怎么走到时候再说吧。然后现在回住的地方吧，感觉这一块也挺漂亮。现在车少多了啊，就是有点饿。这是什么？地铁还是什么？过去看一看，应该是地铁，正在建了。越南用的日本的技术。这一站是这个歌剧院站，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中越关系的问题。他们采用的是日本的技术，感觉这个泰国那个不太像地铁啊，它那个是轻轨，轻轨跟地铁区别还是挺大的，因为这个造价方面，地下的1公里要是地上的7倍，因此相对来说地下是比较贵的，国内很多都是地下的。看看樱花，看来这个越南跟日本走得很近。唱的什么玩意儿？一会儿找个地方吃点饭吧。今天主要就是在这个西贡河的附近转了一圈，还有这个身后的胡志明大剧院，还有胡志明铜像啊。这边还有这个胡志明的一个博物馆，参观不参观我也不太确定。我现在非常希望这个胡志明的南部啊有一个城市，到时候可以去南部看一看，但是好像暂时还没有发现。越南这边不像老挝啊，老挝的景点非常集中啊，就那几个地方，哎，去看一看挺好。这个相对来说越南比较大，感觉这个真的溜起来确实比较累，感觉不如这个曼谷好玩，肯定是比万象要强一些。如果他能把这个西贡河开发，多一些水上项目，估计会更有意思。这就是为什么我特别喜欢这个湄公河上的这个渡船，挺有意思的。坐船转一圈啊，也花不了多少钱。那边是槟城市场，现在槟城市场已经关门了，车太多，感觉还是说跟这个曼谷有一点差距。从这个街道上的车就能看出来，曼谷那边确实是热闹。75000，不便宜啊，20多。泰国米粉，刚才我看到那个 bo 就是牛肉的意思，牛肉米粉，感觉没有那个南宁热闹。
其实南宁挺热闹的，晚上那个街道上人特别多。其实这边气候各方面呢，要比这个南宁要更热一些。行，前面快到我住的地方，一会儿看看是不是找个地方吃点饭啊。这吃饭倒不贵啊，10块到20块之间。还想去我中午吃饭的那个地方，感觉稍微有点远，考虑一下。要不还是去我之前吃饭的那地方，毕竟感觉吃的比较顺口。应该就在我左手边，一会儿再去那儿看一看。感觉晚上这个灯光稍微少了一点，楼建的挺高，但是它这个楼的灯光差不多到晚上都关了，关门了。哎呀，吃不到了，就中午开啊，晚上不开。行了，无所谓了，一会儿去超市买点也可以。今天晚上在外面转了一圈，感受了一下胡志明，还可以吧，但是这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啊，没有，我感觉还是少，不像泰国那边，泰国确实有意思的地方确实更多一些。好像没关啊，看错了，没关啊，还在营业。不行，我进去要不再点一份吧。行，今天先拍到这儿。